想象一个梯子，顶端是10，代表你能拥有的最好生活；底部为0，是最糟糕的生活。你觉得自己在梯子哪一级？7分，第8吧，可能6、7分。我应该有9分吧。这个问题是每年世界幸福报告的排名依据。根据2026 3月最新发布结果，台湾人幸福指数平均6.714，全球排名第26，再度蝉联东亚第1。幸福指数怎么算？台湾人的幸福感又从何而来呢？怎样才是幸福？报告其实就只问了我们刚才的梯子问题，非常简单直观。意思就是你感觉多幸福，完全由受访者主观判定，没有告诉你什么是幸福，也不用任何算式指标计算。每年对各国抽样超过1000人，再取近3年的平均，得出幸福指数。幸福感的状态跟这个它的体现真的是要从他当事人的观点去讲，会比较更贴近。世界幸福报告是由联合国、牛津大学与盖洛普民调公司共同发布，从2012年开始针对各国幸福指数排名。今年排名国家共147个，前5名分别是芬兰、冰岛、丹麦、哥斯达黎加、瑞典，几乎都有北欧国家包办。其中芬兰各从2017年连霸9年冠军。台湾今年排名第26，已连续3年进步，比新加坡、日本、中国、韩国都还要幸福。台湾还算，我觉得经济上面一定就还算 OK。没有比台湾更自由的地方吧？你就不管好坏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你有自己可以想发言的地方。我就觉得台湾最棒就是这个地方啊。为了解释为什么台湾人拿6.7，其他国家拿5分或7分，报告另外提供了6个因素，让我们更好理解不同国家的差异。4个主观因素包括社会支持、生活选择的自由、慷慨程度、对腐败的感知，以及2个客观的人均 GDP 与健康预期寿命。结果发现，台湾人是否感到幸福，最看重 GDP 及社会支持这2点。富自由啦，也不用跟小孩子拿钱，就跟好朋友聊天啦，就很快乐啊。资本主义社会重要不是在于说他对钱看重，是说这个钱对他来讲能够提供他的那种所谓的生活的品质。人是社会动物嘛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生存在跟人连结的这个脉络当中，你才会感受到有那种所谓的幸福感。至于社会支持要如何定义，报告是问受访者，如果遇到麻烦，有亲友可以伸出援手吗？有85%的台湾人答有，在全球排名61。我只要有困难，就会很容易找家人，那另一半也很常。家人是有啦，但是亲朋好友的部分。好友比较难因为就觉得不想要造成人家负担，就不会想要分享这个事情。高品质的人际网络是重要的。受到委屈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说我需要跟人谈的时候，有一群人他在我旁边，跟着我有很深度的交流，这个他所带来的那个帮助的程度会更大了。而台湾人被问到对选择人生方向的自由满不满意时，虽然有近80%感到满意，却排到全球第90名。我们这种受儒家文化影响呢，父母的话就跟圣经一样，即便这个社会已经朝西方的那种开放社会在前进，鼓励个人有他自己的意见，可是回到家庭的这样脉络里面，在这个年轻的这一代，他们感觉就是说，其实就是自由受到限制啊。可是你去看那个东亚那些国家，其实就很清楚啊。你看韩国也没有比台湾好啊。日本其实也是一样。东亚社会的幸福感有更多来自群体，而非个人。我们这个叫 collectivism 嘛，就是那种集体的，就是说你个人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你自己，我们是为了有一个更大的群体。我现在也会很想要赶快有能力，然后回馈给家人。家人如果幸福，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幸福。幸福指数虽然是对整体生活的评价，但日常的情绪状态也能看出各国感受幸福的差异。因此，报告也另外调查了受访者前一天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。台湾人正面情绪算多，排名第34，负面情绪则极少，全球第3低。是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。当我痛的时候，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很痛10分啊，不痛1分。你会发现西方人很多人都是10分9分。台湾人呢分数不高，可是你去测他的生理反应，他其实是状况蛮糟的啦。所以我们对于情绪的表达会倾向于用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式，这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特点啦。那么情绪与幸福感的关系是什么？很开心、很快乐，难道不等于很幸福吗？台大幸福感中心将幸福分为3个面向，个人包含了心智和身体，情绪感官都在其中；人际是与人之间的互动，环境则涵盖压力、空间等外在因素。这3个面向会互相影响，关键在于如何达到平衡。这3个东西要达到平衡啊，就是到达一个我们叫做幸福的一个状况。那它会需要稍稍会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，
情绪或是快乐，它的变动当然是很直接，不过相对比较起来，它是一个比较短期的啦。在台湾东亚第一的幸福指数背后，稳定的经济与社会支持是基础。学者认为，自我觉察的心理韧性，则是每个人都能创造幸福的能动性。我其实前几年没有发生不太好的事情，今年我有告诉我自己，我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了，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入那个情绪下去。负面情绪非常剧烈产生之后，重新的评估啦，跟重新的调整，这个很重要。调整我们生活的比重，调整我们的看法，调整我们的情绪之后，它会走向一个正面的道路。